在不同的地方生活，拥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和风味记忆。地道的美味可以传承，时间既是考验者，也是见证人。我是格兰菲迪品牌大使 Roy 周，单一麦芽威士忌带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太多惊喜的味道。那如果和中餐美食融合呢？又会是种怎样的全新体验？今天我们拜访的大厨是上海唯一一家获得米其林1星的高端闽菜餐厅域外滩的主理人吴荣老师。Hello， 吴荣老师。你好。吴荣老师这次为格兰菲迪22年准备了一道什么菜？武夷山的熏鹅，它有了400多年的历史，也是武夷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武夷山熏鹅真的会把大红袍入菜吗？这次还真的是用到大红袍，还真被你猜中了。对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其实鹅肉在福建人的餐桌上也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但是因为受限于烹饪的条件和要求，所以基本上鹅肉只会在我们的大型的年节啊，或者是酒席上面才能出现在福建人的餐桌上。没错，这道菜呢就是武夷山酒席上的一道传统名菜。制作这道熏鹅呢，我们会先把鹅给卤制好，通过糯米、冰糖还有福建的大红袍3种东西经过高温去烟熏这个卤好的鹅肉。冰糖产生了焦糖味，茶叶呢会有淡淡的茶的香味，会使这个鹅的层次风味非常的分明。福建人爱茶是全国都有名的，有一句俗语就是福建人客来茶当酒。那这次我们把中国10大名茶之一的武夷山大红袍入菜，不知道会给鹅肉带来怎么样特别的风味呢？尝尝看怎么样？这道鹅的烟熏、茶香、焦糖香和格兰菲迪22年本身的橡木风味、果香、黑巧克力味在口中碰撞交织，回味浓厚且圆满。没错，这杯酒入口醇厚，回味甘甜，充满着成熟的水果气息，而且这杯酒的颜色呢，跟这个熏鹅的颜色也非常的搭。是的，格兰菲迪22年用到2款非常珍贵的橡木酒桶，特别是最后使用到了 Palo Cortado 雪莉酒桶。因为只能在丰收年份被生产出来，它的产量会少于当年所有雪莉酒桶产量的0.2%。这么珍贵的雪莉酒桶，在经过时间的沉淀，赋予了威士忌最诱人的深琥珀色，跟这道熏鹅的颜色也非常的搭。那这道菜我还选对了，不愧是吴荣老师。格兰菲迪22年和武夷山熏鹅搭。